這輩子沒有看過任何溫泉飯店，它的裸湯只到晚上7點。哎，這比我家還大哎！哇！這裡有什麼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膚淺又喜歡被讚美的丹丹。今天我要帶大家來看全台灣最新、最頂級的溫泉飯店。這一次參加的成員有臭臉哥、大明星 Amber、漂亮的阿關、媽咪燕燕子，還有我自己。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呢，是現在雙北最高級、最新、最貴的度假溫泉飯店。來，這間叫什麼？臭臉哥？新北金山洲際。哦，不是新復發飯店嗎？啊、有沒有覺得這裡很像什麼？這是新復發的建案吧？來，我們看一下。這邊是他們 check in 大廳哦。聽說這間飯店 check in 的時候都會大排長龍，然後你可能到下午4點的時候都還拿不到房間。它 check in 時間已經比別人晚1個小時哦。那大家知道嗎？我們上個禮拜剛從日本的溫泉飯店回來，現在又來新北這邊住，所以可以立刻比較一下，花大錢在台灣住溫泉飯店，還是買機票出國旅遊。現在都完全沒有人來安排我們的動線，所以就由我親自來為他們服務吧。美麗的嘉賓們來這邊座位自己請坐啊。就會開第一個一走進去就有人來接了。對呀、啊，你看燕燕子也有話要說。就來了耶。對啊，那他们自己人手可能不夠啦。那我們這一次有什麼看點？這一次我們開3種房型，最基本的一般房，這個是品味住的，然後再來是尊享房，75平方米的，這個是貴妃住，然後再來是皇後要住的是套房。那上面好像還有一個總統套房，那是皇帝房。好，那個開過了，我們開不起。那沒關係，我們這是一次開3種房讓大家看哦。看這裡退房結賬，現在都已經3點還在退房結賬，就完全沒有排隊的動線。那沒關係，我們就直接先進來吧。對，如果大家平日來住的話，大概一房要1萬多吧。對，那含早就更貴了。這個價格這麼高，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，我覺得我已經開始在看出國的機票嘍。本來要拍3種房型給大家看，然後因為剛剛其中一個房型被升等成套房了，所以我們現在只有2間套房跟1間基本房。辦完入住之後，到旁邊的 lounge bar 體驗一下他們家的下午茶吧。暫時還有1間房還沒拿到，所以我們就乾脆5個人都跑進來這裡喝飲料了。大使會員又可以拿到1張599的代金券。那這邊下午茶1客是1300多，再加一層服務費吧。所以我們想說我們有2張599，那這樣子一點點錢。這邊迅速介紹一下他的下午茶，看看有什麼可以吃。上面還有金箔哎，這個38的金箔，吃看，蠻好吃的。好像不知道在吃什麼，不知道什麼東西哎。哦，我其实也是可以出去，有那麼好吃啊？它跟我想的真的不一樣，手感不一樣。就是比想象中高級很多。這整套下來2個人可以吃到蠻飽的，因為我們一套5個人分。它慕斯的口感掌握得很好，對不对？重點是外殼會脆，它外殼很輕薄。它這個是地瓜，我跟你說這個最好吃，地瓜很好吃不會很甜，對不對？我就封這一家下午茶為慕斯王者，但我覺得用這個大使的券換 OK， 但你要我用原價這樣買，我是不會來吃啦。反正近一點，再近。我不會來。現在我們要來看的就是基本房。基本房呢，就是如果你花1萬出頭進來住，你會住到了他們這裡尺寸最小的房間。它這個格局我是第一次看哎，然後它裡面好像一進來先一個擋片哦。今天晚上燕燕子自己住這裡哦。哇，很大哎！這個我已经開始期待我等一下的房間。你說這是基本的？對，來這給你。基本的，哇，這個池是怎麼樣？這感覺是可以塞6、7個人呢。你說6、7個人在裡面嗎？對啊，這好大哦！9池60。以那個房間內的這個來說，是真的很大哎，这真的超大啊！腳可以開到45度沒問題。而且它這裡燈光做得很好，而且雙盆。飯店最重要的是什麼？雙盆。還有它的備品，標配。這是洲際的標配。沒錯。那它這邊，如果你泡在裡面泡湯的時候，看出去的景色還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外面有一個可以秀。這一座是什麼山？美人山還是陽明山？有人知道嗎？可以在下面留言。燕燕子小朋友。可以。晚上來我房間開 party 嗎？因為我們這一次除了來慶生，還有慶祝週年慶，這個是額外贈送的啦。如果說大家來這邊有什麼要慶祝的節日啊，先跟他們說，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。但如果你沒有節日的話，可能就沒有這個贈品哦。這就是剛剛 Amber 說的，
很厲害的，它這個是順熱的飲水機。我第一次看到房間，我是不是会有點慫？以前不都是那個熱水瓶嗎？因為我沒看過。你住這麼多飯店，你沒看過？第一次看到房間裡面有這個。第一次看到把它弄在店，然後只是基本房。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的淋浴設備好了，它這個浴室就占去1/3以上。這裡真的好大，很大哎，它可以這樣哎，它大的超。哇，這好大哦！它這個算是一個中式新禪風的風格，對不對？它不是日式，它有一個禪風的感覺。然後坐在這個地方，這樣一邊泡着，一邊喝紅酒，享受一下人生。覺得人生走到現在，我覺得應該算是成功了吧。注意哦，泡了酒不能泡溫泉。哇，我們只是基本房，就讓大家這麼開心。這個不錯因為你看它有做一個這個可以坐着的地方，那長輩洗澡就比較舒服一點，不用站着洗。那我們現在準備去看一下期待已久的套房，我們直接從平位進位到皇後的寢宮。是你們的你們也是，好期待哦！現在要去開箱的是套房，究竟身為皇後，如果在這家飯店會住到什麼樣的寢宮呢？我就想到皇帝皇帝，你是說九妹開的那個嗎？對啊，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去呢？等你跟他一樣成功的時候，這比我家還大發瘋！不瞞你說，他的實際坪數比我家的權狀還大呢。好像比我們家也大他光是客廳就比我家大了，好扯哦。这是陽台很驚人。酒被偷走了是不是？怎麼只有氣泡水？那為什麼沒有酒？為什麼没有酒？這裡有什麼？這是這陽台比我臥室還大所以它直接有那麼大的空間都到室外去了。哇，可以納涼。夠隱私嗎？這裡還算可以啦，但還是要穿衣服。哇，比我的主臥好，真的很厲害耶！这里让你泡完溫泉很熱，出來吹吹風。風太大，我要先躲進去。我覺得這個蠻用心的，因為它這個懶人椅感覺很舒適、很寬敞。全部算一算，這樣90平方米。哇！這裡有2個浴缸哇！一冷一熱嗎？對，一冷一熱。哇！你可以辦公的。哇！這是水療室哦！我不用去什麼大眾池，就在這裡就好了。你這樣拍會不像房間的，以為我們是在那個公社。真的哎！練的公社。但我發現你們這邊必須要降下捲簾，不然會跟隔壁 say hello， 他們會看到精彩的。浴室的燈光設計也很有質感，也是間接燈哎。對呀。但我覺得有個缺點，就是這邊沒辦法看電視。好像的話可以邊看電視。度假的時候請不要想電視。這個更衣空間很不錯，它可以放2顆行李箱。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房間很多這種黑白的東西。這真的很像樣品屋哎。對，就很像樣品屋哎。新復發建設你最奢華的豪宅選。你怎麼可以替那個打廣告？我要在這裡叫 room service 了。它這個格局設計，我覺得還蠻理想的哎。這是真的還是？我覺得這一間洲際的套房是目前台灣洲際最厲害的，因為高雄洲際那個套房是在搞笑，對，那是搞笑然後台中洲際的套房要看運氣也不錯啦。去住越南的我就已經哇，這個真是那你們覺得這個房價值嗎？一個晚上2萬多塊？覺得其實還行，其實可以，我覺得可以。有水療室，到國外去。我覺得2萬多可以，很大我這邊是不是要剪掉？不然不符合大家多數人的意見。我想應該很多人已經在買機票了。主要是我覺得它太大。哪一個套房有這種？這為什麼很像一個家啊？這超像客廳。這邊感覺可以坐6個人嗎？對啊，我是要 room service 在這裡沒錯。而且這客廳像不像一個？我是覺得那個有點醜，就是那個很像女生的指，而且是寡婦的指甲片。這個是缺點，可是這個真的好大哦。沙發好坐嗎？偏窄，有點硬。2位是3週年嗎？4週年？3週年，3週年快樂！希望你們今晚住得開心。晚了1個月，祝你生日快樂！我覺得這好像我的新婚房的感覺吧？對，這裡很適合度蜜月的感覺，對不對？很像那種買的新婚房。以現代人來說，能買到這樣程度的新婚房，
我相信你們很快就可以這麼成功的。謝謝，我努力，我承你吉言，承你吉言，一定可以的，一定可以。好，那我們现在要去我們的房間，他們是612，這是特殊造型，然後我們另外一個套是方正型。馬上來看一下2種套房之间有什麼差別呢？秋玲跟我們這樣子還是走了快3分鐘嗎？還是2分鐘？好遠哦！我們現在來揭曉最後一間寢宮了。那這一間到底是皇貴妃還是皇後？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。哇，不同的感覺耶！真的是不一樣的感觉。对啊，这间比较像皇后，真的哎，其實還是蠻像的啊，2間。這一間的臥室的大陽台，這個大平台做的怎麼樣？我們這邊稍微有點視野受限，但是可以在這邊脫衣服不會被看見哎。我們這邊旁邊沒有建案啊，旁邊是大眾池嗎？對，那應該是哦，那邊是設施洞，這眼前就是山啊，所以你在這裡脫衣服也不會被看見啊。那有沒有人想看啊？也是哦。那來看一下它的浴室如何？就跟剛剛那裡差不多。這一邊這樣子，真的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安心的裸泡，不用關窗，因為這裡看出去就是山啊。你覺得哪一個格局比較好？我喜歡他們那個我也是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們來跟大家說，如果呢你要訂套房的時候，你可以指定1、2房哈。2、5房，就是我們這種風格方正型的，可能比較沒那麼驚喜，少一點神秘感。對，因為它太方正了，它真的蠻方正的。其實更像家的，家的格局比較方正一點。对，我覺得今天最驚喜的房型是基本房對，我蠻喜歡基本房。所以如果大家來這邊呢，你也不一定要花到那麼多錢來住到這麼大間的房間。那當然，如果對你來說1萬塊跟2萬塊是沒有任何差別的，住套房吧。會有這種人？不知道看到這邊呢，請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，因為像我們這一次來開3間房就所費不貲哦。如果沒有你的訂閱的話，我的頻道就會倒掉，大家以後就看不到哦。有人在乎嗎？我在乎。佳麗們在研究 in-room dining， 但發現價格其實沒有想象中那麼昂貴。我跟你們說，其實以我住那麼多飯店，它的下午茶算是好吃的哦。它下午茶如果可以做到那樣，我覺得它的餐應該不會太差。但我建議你們先小心的點個1、2道，好吃再加點。這樣看起來你們是不是今天晚上就直接點這個 room service？因為我們想要在這裡享受這個飯店。哦，好，讚。點幾個，你先看它好不好吃。好，那期待你們待會點餐。因為 room service 沒有單點白飯的選項。我們點了 room service，還是自己加烏魚子，但是它沒有白飯，所以我還跑出去小七買白飯跟一些加菜的東西。你剛剛說你喝這個湯很像，它叫湯，可是湯怎麼那麼少？對啊，湯好少，就很像不會煮菜的人煮出來的泡菜。心甘情願當盤子，我們知道就會是盤子，只是它難得來飯店有這樣的餐桌，難得有這樣的餐桌，我就要有這樣的盤子啊，對不對？漂亮的盤子。念念子女士覺得今天這一餐最好吃的是什麼呢？雞翅跟白飯，那它都是來自於小七哦。3位美人在房間裡面飽受 room service 的摧殘，那我跟臭臉哥就跑到他們的自助餐廳來快樂吃晚餐嘍。這裡的餐點啊，雖然不能說是樣樣精緻，但不愛吃自助餐的我也是吃得不亦樂乎哎。最開心的是，它有很厲害的海鮮很撈啊，現煮湯或是幫你乾拌海鮮都可以哦。現在這個超厲害的，我發現它這邊你可以盡情選你想要吃的海鮮，因為台灣的東北角有什麼東西？海鮮，選擇你自己想要的海鮮之後交給服務人員，然後可以做湯的或是拌醬哦，真的哦？那我要做拌醬的，然後選擇你想要的醬料，有3種口味：檸檬奶油跟海鮮醬，然後就會現場烹煮。我對這個餐廳最大的印象就是他們非常的敢花錢耶，因為顧客並沒有很多的狀況下，他每一站的食物都補滿，而且我們已經吃到快要到尾聲了哦，但他居然還是繼續把食物補滿呢。就這件事讓我很驚訝之外，每一桌都有鮮花，而且它沒有省成本。水果區它很樸素的寫着綠葡萄，結果我一看，這是麝香葡萄哎，韓國的，它還是很好吃，就完全麝香葡萄的口感。吃飽喝足回來了，發現竟然沒有開夜床，為什麼？還是它這一間的夜床是你要主動講，有一些週記現在是這樣，我問看看就知道了。我們剛剛幫大家詢問了，就是呢，他現在是沒有提供夜床的服務，我猜應該是因為人手不足。这沒辦法。對，那我們現在先系統性的快速來回答我們對這間飯店的感想。首先住進來之前，我們其實在網絡上看到很多關於這間飯店的評價，通常都不是好的。
沒有看到有人讚美。大家都是說硬體 OK， 但軟體就是完全不行。畢竟它的價格也是比較高一點。那我自己這樣住進來啊，我覺得它的很多服務不到位的地方，其實並不是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不佳，是人手不夠。對，服務態度超好的啊。建議大家現在要來住這間飯店，盡量不要挑選連續假日或是週六，我覺得真的可能會氣死。還有不要訂太貴了，你太貴絕對會氣死。後來呢，我們進到房間，其實我們是先開它的基本房。對，這個基本房讓我很驚豔呢，甚至可以說這一次我們來這邊開了2間套房跟1間基本房，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基本房。因為基本房你可以泡湯的時候看電視，然後你還可以看景色，就是它2種面向你都可以。一進去房間，哇，就是一個超大浴缸，其實還蠻令人驚豔。它還用了一個很漂亮的木門，可以把它隔起來，那個空間的區隔感很好。而且一進去房間的時候呢，它是一整面牆，所以你不会先看到房間，它有點神秘感，讓人很期待接下来会看見什麼。当然，一走進房間裡面之後，立刻就被震撼到了。它的空間感我覺得恰到好處。不過分的寬敞，但是空間感也很讓人舒適，不會有壓迫感。它的套房呢是90平方米，它的基本房是51平方米。好，那我們講完房間咯，其實很明確，就是在建議大家你訂基本房就好了。好，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：如果未來你的入住的時候，你被升等成套房了，你會想要改回去嗎？我不會啊。為什麼？我就歐巴桑，我貪小便宜。好啦，但是我覺得老實講，因為我泡湯想要看電視，所以我個人也會比較喜歡基本房的那個配置。然後呢，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是設施的部分。我覺得那個大眾池真的是全台灣排名絕對是前幾名的，空間大小真的是不得了。它備品也沒有馬虎，一樣是Byredo，甚至呢還有提供 eSoap 的洗面乳。它那個大眾池大到可以在裡面游泳，真的是整層，而且超多池，超多那種按摩浴缸，甚至它戶外湯也是很想得到的应該要有的東西它都有。而且那個溫泉還有一個東西非常非常吸引臭臉哥，泡完湯之後可以享受什麼？吃冰棒跟喝牛奶，這個是在日本泡湯文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儀式感。所以我覺得他这個有把它搬過來，但是一定要說，因為現在人手不夠的關係，這輩子沒有看過任何溫泉飯店它的裸湯只到晚上7點，日本都是到12點甚至1、2點。什麼鬼？沒有迎賓點心，我們就自己帶點心來吃。哇，這個看起來太厲害了！鋪路式的柿餅，一個100塊啊，台幣嗎？對啊，然後再來這個青森學儲藏的蘋果汁，蘋果汁的王者之一。我們現在準備要去進貢，在那個車上賣什麼便當還是什麼？那你這火車便當也太貴了吧？叫賣2聲來聽聽。需要咖啡點心還是我呢？咖啡、果汁、水，有需要嗎？餅乾、點心、果汁有需要嗎？超多。他們一樣哎，一樣也是。好好笑。啊！一進來呢，就發現這邊已經變成狂歡 party 了，就很多各式各樣的美食。現在臭臉哥在吃的是什麼？烏魚子跟柿子。我妹他們在這個開團的富山柿子。真的耶，它可以搭在一起耶，因為它剛好可以補充一個甜味。它的鹹香剛好可以。這是怎樣？像不像在某個人的新家？超像。Welcome to my house。那跟我們一樣是住套房的2位女士們，她們會有什麼感受呢？我應該會想要住基本房就好哎。假設今天他幫你升等，你會說我要改回去？升等還是可以升啊。我就歐巴桑，我貪小便宜。跟那個臭臉哥一樣，不升白不升啊。我突然想到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優點，就是他的人，雖然他人手有點吃緊，可是我遇到的服務人員服務態度真的都很好。那很多人就是抱怨4點才能 check in， 然後要排隊。我覺得這部分它變通的蠻好，因為人手不足，所以它 check in 時間是下午4點 ，check out 是早上11點。可作為變通，你早一點到，2點可以先去泡湯，等到房間好，然後退房呢11點退，再去吃早餐，可以吃到下午2點。其實好像也沒有吃到虧。那缺點的部分可以開始了。我以為剛剛講的都是缺點。因為我們其實剛才聊優點，不知道為什麼就直接變成缺點了啊。那接下來我要速速的呢，把我這一次住進來，我們發現的一些缺失，通通講出來，希望飯店可以改進，以及就是如果你是會介意這些小細節的話呢，大家要考慮你是不是要花這麼多錢咯。首先，男生的那個大眾浴池啊，它的半戶外的地方，那些石頭的造景，通通油漆都剝落了，露出裡面的水泥。再來下一個呢，早餐的部分呢，它有一款它是炸物，它把它放在蒸箱裡面，然後我一推開看到裡面是炸物，整個傻眼，因為水還在滴，大量滴到炸物上面，然後都是蒸汽。所以你說這家飯店是不会料理，它也是獨步全台灣哦。這獨步全球吧？誰會把辛苦做好的炸物放進蒸箱裡面啊？再來早餐。
或是晚餐最大的死罪，它的自助餐沒有無糖優格耶，它放了養樂多各種口味的優格，都是甜的，還有汽水。沒有無糖優格的自助餐死罪，無糖優格お願いします。お願いします。好，然後再來呢，就是沒有開夜床，那這部分就是因為他人手不足啊，也就算了。我自己本身我是不在意的，很期待這個儀式的人，如果你來這裡期待這個服務，那你可能會失望。好，有點罄竹难書的感覺。沒關係，但說了這麼多呢，我還是要讚美一下飯店的亮點哦。這個硬體真的是做得非常好啊，我覺得有符合我心中對高級飯店的期待。